家里人知不知道？我们以前被发现过一次。宝宝们，今天是一期粉丝 Q&A， 那我现在开始吧。开始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觉得两个人生活中最麻烦的事和最开心的事分别是什么？我觉得最麻烦的应该是清理。我觉得最开心的应该就是其实都挺开心的。你一定要讲出来一个，你这样子。那我觉得最开心的话还是拥抱吧。拥抱吗？我觉得最麻烦的事情是做家务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如果合租到现在将近快5年的时间，如果说不用做家务，我们俩基本是不会吵架。那也是，但我觉得清洁比家务要麻烦，我宁愿做家务。最开心大概有2件事情，就是一件就是旅游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开心，就是那种到一个新的地方那种感觉。还有一件就是撒娇吧，我会很开心。第二个问题，我是把2个合到一个了。有个人说，火锅那一期为什么4金的钱那么少？仔仔能不能给多一点给4金科？他看起来好辛苦。什么意思？就因为那一期说我请客，但是我一直这个不舍得买，那个不舍得买嘛，他就觉得我钱很少，想让你多给我一点。而另外一个人说，想知道我们4年多的合租时间，这个经济方面是怎么去分配的？认识到现在我们相互身边有多少钱，其实我们一直是不知道具体数目的，对吧？对，我们从来不会去过问。对，就大概会问一下你现在大概有多。我们俩都是觉得经济方面就是自我管理好就好了。而且我们俩有一个消费观念还比较契合，就是我们俩都很节省，包括家里面的经济开销的话，其实我们没有商量说啊，你负责这一部分，我是负责那一部分，没有，就是一种心照不宣吧。就比如说仔仔看到我最近家里买了很多东西，他可能就会承担起另一部分，很难给你们有参考，因为我们两个就相当于是都会有自觉的那一方面在。我们刚合租第1年的时候，那会儿仔仔的工资才3000多吧到手。我当时已经1万多了，虽然那会儿我还欠了很多钱，但那时候大部分家里的开销都是我在支出，70%是我在输出这样。因为他也就3000多块钱，还能干嘛？虽然说我也欠钱吧，但是仔仔现在呢，工资是稳步有提升上来，所以他对家庭的支出也会相对的多一些。包括我们现在做自媒体赚的钱，大部分也都是花在这个家里了。还有一件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，我跟仔仔刚合租、刚认识那时候，仔仔是不知道我欠了这么多钱的。但是他知道了以后，他也没有说哦，那我们别一起合租了。在我们需要花钱的时候，他会补贴我。包括很多仔仔想买啊，或者想去体验的东西，他也会顾虑到我的经济水平。我今年8月底的时候，仔仔其实是转了我2万块钱，因为我当时是最后一点债务了，然后不够，仔仔就直接转了我2万块钱。今年上半年吧，他知道我今年贷款要到期了，我们赚的所有的钱他都是不要的。就比如说我们一个月5000、8000、1万，他都是1分都不拿，他顶多拿个比如说1000块钱这样子，他都不拿。到后来他是基本1分都不要，他就是因为这个账户是他的实名，所以提现的话都在他那边，他会直接把钱全部给我，让我拿去还钱。下一个问题是，相处模式是不是跟视频一样的？基本是一样的，但还是要去区分，对吧？就是如果说是以前段子类的那种视频，那肯定它只是段子。但是现在的那个 vlog 的话，其实基本就是我们真实的样子，对，就基本的，而且还生活的样子，更是真实生活可能会更极致一些。对，更极致一些，有些东西你不能呈现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家里人知不知道？你先说吧。我家里是不知道，我家里知道装不知道吧，应该是差不多，我感觉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们以前被发现过一次，因为我们俩的家庭比较复杂，我们俩都有2个姐姐，所以大家就是懂了。他之前家里发现过我们在做账号，所以知道了一些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是用一些理由，就是说搪塞过去了。对，但是我感觉我家人肯定是多少知道一点的，就会一直叫他早点找个女朋友结婚或者怎么样，就是相当于是你有女朋友了，你可能就不会搞这种东西了。我跟粉丝之前说过的，其实我们一直有一颗雷在那里，就是因为这个点，我们俩双方的家庭都比较复杂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雷可能它就爆炸了。吵架了，谁会是先低头的那一方？我们一起来回答好不好？3、2、1。我们合租到现在90%吗？可以说是95、40吧，我感觉95%吧，都是我可能会先服软或者95%，我觉得99啊，哪有这么多？你自己说你哪次？那我也给你服过软啊。屈指可数，5只手都数不齐。离分开最接近的一次吵架，你再跟我说没有甩脸色，他就是这样又不承认了。有没有对对方失望过？那肯定是有。